第94章，眼光挺差。什么？药材全被人毁了？二长老呢？他人呢？大厅之中，愤怒的咆哮声几欲将屋顶掀翻。一名护卫颤抖地跪伏在加列毕面前，满脸恐惧，咽了一口唾沫，惊颤道：“二长老也被那毁药之人杀了。”暴怒的脸庞猛然一滞，加列毕脚跟忽然一阵发软，旋即一屁股坐在身后的椅上，满脸呆滞。加列怒可是加列家族仅有的3位大斗士之一，他的死亡对于本来就处于动荡不安的加列家族来说，无疑更是雪上加霜。望着加列毕这副模样，那名报信的护卫也是满脸惨然。此时他的脑海中还在回荡着先前那黑袍人的恐怖实力，难以想象实力在3星大斗士的二长老竟然与那神秘人仅仅一个照面便是被焚烧的止于骨灰。那恐怖的场面几乎让得当时在场的所有人感受到了何谓恐惧的意味。是什么人杀了二长老？坐在椅上许久后，加列毕终于缓缓地回过了神来，声音中有着几分嘶哑。显然加列怒的死给了他很大的打击。不知当时那人身着一袭黑袍，无人见过他的面貌，不过他却能控制一种森白色的火焰，而二长老便是丧命在这种火焰之中。护卫摇了摇头，低声道：“黑袍控制白色火焰？”略微沉默，加列毕脸色微微一变，操控火焰伤敌无疑是炼药师最喜欢用的方式，而有可能与加列家族有恩怨，并且还具有轻易击杀加列怒的实力的炼药师，这种种条件都让得加列毕脑海中闪过当日那在拍卖场中偶遇的黑袍炼药师。想到当日亚菲与古尼对待那名黑袍炼药师的恭敬态度，加列毕忽然察觉到嘴中有些苦涩，他们似乎从一开始就错了。当时仅仅因为柳席的一番话，便认为萧家顶多只是好运请来了一位不入流的炼药师，然而现在的事实却是告诉他们，萧家的那位炼药师比起柳席那半吊子炼药师来，不知强了多少。缓缓地摇了摇头，加列毕眼瞳中闪过一抹怨毒与暴怒。现在价值40万金币的药材已经被毁，而且因为资金问题，这批药材还拖欠了特兰城的药材家族30万金币。对于这批药材，加列毕本来是打算将之炼制成疗伤药，待得销售完毕之后再来付款，然而现在的变故却是将他所有的计划全盘打破。与加列家族合作的那药材家族在特兰城同样拥有不小的势力，若是一旦得知药材被毁的消息，一定会派人前来要账。可此时加列家族的资金几乎已经进入枯竭的地步，怎还拿得出这笔巨款？如果拿不出，那加列家族的声誉恐怕将会毁于一旦。妈的！想到烦躁之处，加列毕一掌狠狠地砸在身旁桌上，顿时坚硬的黑木桌迸碎开来，木屑击打在一旁的护卫脸庞上，然而后者却是只得咬牙承受。轻吸了一口气，加列毕强行压下心头的暴怒以及对萧家的怨毒情绪，挥了挥手，故作镇定地淡淡道：“将库房中所余的疗伤药全部分发给各处方士。另外，今日之事让所有知道的人都把嘴闭严实，若是传了出去，足归处置。”是。护卫身体略微一颤，旋即恭敬地应了一声，然后起身迅速地退了出去。望着空荡荡的大厅，加列毕疲倦地靠在座椅背上。这次就算加列家族能够熬过去，恐怕也将会势力大降，从此再难以与萧家相抗衡。想到此处，加列毕莫名地叹一口气，不知为何，他现在对于当初主动挑衅萧家的举动却是有些感到一丝后悔了。然而这后悔却是来得有些晚了。在干完某些事之后，萧炎也是回复正身，返回家族，秦药老出手炼制了一点氧气的丹药，然后心急火燎地将丹药给薰儿送了过去。看着那妮子捧着丹药略微泛红的水灵眸子，萧炎只觉得那一刹那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在萧炎回去加列家族药材的之后几天，乌坦城虽然表面上一片平静，然而有心人却能够发现，往日那些在萧家方氏附近寻找麻烦的加列族人却是悄悄地退了回去，平日的嚣张气焰也是弱了下来。对于加列家族这莫名的举动，所有人都是倍感疑惑。萧家一时大厅，这加列家族最近是在搞什么？对我们示弱吗？接到近日来的种种报道，
肖战眉头微皱，对着大厅中的3位长老满脸疑惑的道。互相对视了一眼，3位长老同时的摇了摇头，略微沉吟后，大长老缓缓道：反常即为妖，加列毕那家伙老奸巨猾，说不定又在搞什么鬼主意，还是加紧点注意为好。肖战点了点头，谨慎的他自然不会因为加列家族这表面举动便对他们放松注意。目光转了转，肖战望着那坐在椅上几乎要打瞌睡的萧炎，无奈地摇了摇头。这小家伙似乎对家族的族事总是提不起多大的兴趣。妍儿，你最近与那位老先生可见了面？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肖战随意地问道。听着肖战的问题，3位长老也是将目光投射到了萧炎身上。那位老先生对萧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他似乎只对萧炎这家伙青睐有加，其他的人还从没单独见过他。对于萧炎能够独享这种待遇，众人也只得满心羡极。懒懒地抬了抬眼皮，萧炎闷声道：见了。略微沉默了一下，他又补充道：他说打算收我弟子。听着萧炎后面这句话，肖战那端起茶杯的手掌骤然凝固，纳纳地抬起头，脸庞极为精彩地盯着那将自己缩在椅子中的少年，咽了一口唾沫，兀自有些不幸地道：你说他要收你做弟子？翻起眼皮望着一脸狂喜与激动的肖战以及一旁脸庞抽筋的3位长老，萧炎懒散地点了点头。好，脸色涨红的一口将茶水饮尽。肖战激动地站起身来，在大厅中来回走动着，兴奋地搓着手。我就知道我儿子不是常人，妈的，以后谁再敢说我儿子是废物，老子当场拍死他。瞧着肖战这副激动的模样，萧炎无奈地摇了摇头，轻声道：再过半个月我要和老师外出修行，恐怕要1年或者更久才会回来。啊！肖战一怔，脸庞上的笑意逐渐收敛，皱起眉头，迟疑地问道：你不打算报考迦南学院了？那可是斗气大陆闻名的高级学院啊，如果能够进去，对你很有好处的。会报考，不过可能会旷课1-2年。萧炎摸了摸鼻子，淡淡的笑道：虽然迦南学院很好，可他们却并不能让我在不到2年的时间中超越纳兰嫣然。萧炎笑了笑，目光在这所大厅中缓缓扫过，当初那位骄傲的女人便是在此处将自己心中仅余的自尊践踏得一钱不值。听到这几乎在萧炎心中属于忌讳的名字，肖战脸皮微微一抖，沉默不语。站起身来，萧炎懒懒地抱着后脑勺，缓缓地对着大厅之外行去。少年淡淡的笑声在大厅内残留回荡。既然当年他下了约定，我自然要去应约，也不是为了什么让他所谓的刮目相看，只是想在赴约的时候顺便说一句，你的眼光挺差。